嗨，大家好，这里是大丽丽。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关于间歇性断食的视频，但是一日一餐的视频目前还没有给大家介绍过。那我有一些学员呢，目前为了度过平台期，在尝试这个一日一餐的断食，那么他们都觉得效果还不错。那我今天呢，就具体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断食办法。那在介绍这之前呢，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我的频道，那我的频道是关于介绍减肥营养知识类的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那么欢迎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一有减肥类的更新，你就不会错过啦。那我们开始正文。很多朋友都知道间歇性断食是一种促进脂肪燃烧和改善身体健康状态以及延长寿命的办法。那么在欧美呢，这个间歇性断食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流行了。根据2018年的一个调查，大概有10%的人都在间歇性断食。到了2019年呢，间歇性断食是谷歌最流行的减肥饮食法。之前给大家普及过很多断食的方法，那最常说到的就是我减肥期间使用的168断食，就是说16个小时内断食然后8个小时内吃东西，然后我一般是不吃晚餐的。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更加严格的间歇性断食，也就是一日一餐 （one meal a day）。首先，什么是一日一餐呢？顾名思义，就是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那么这个断食的原理呢，就是遵循23:1，或者说20:4的空腹时间。进食的时间段只有1到4个小时。我们要在这个很短的进食窗口中，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以及我们的营养素都吃够。那同时呢，在进食期间，我们要保持空腹可以喝无糖的茶、咖啡、盐水或者柠檬片泡的水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一日一餐的好处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是非常直观的，就是它很省钱。如果你一天只吃一顿，长此以往呢，节省的数额非常可观。那第二点呢，就是它为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算上每餐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每天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厨房里所以说一天如果只吃一顿的话呢，就会为你节约很多时间，特别适合比较忙碌的人。那第三点呢，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消化系统。那么断食以后呢，消化系统会更加轻松，你的胆囊胰腺、肠胃还有大肠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一天一餐对于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来说呢，应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第四点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如果你的身体容易过敏，自身免疫系统经常出现问题，比如说你会经常得炎症，或者说别人一感冒呢，你也马上就会被传染。那么间歇性断食会对你是很大的帮助。那第五大一点就是它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保留肌肉。只要你吃够了一天的热量，一天的营养，那么一天一顿也不会让你掉肌肉，反而会促进你体内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有效的防止肌肉的流失。那第六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好处就是让你的大脑更加的清晰。那很多一天一餐的学员呢，都会有头脑非常清晰的这种感受不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糖，改善糖尿病、脂肪肝等等提高代谢，甚至还可以延长寿命等。那这些呢，都是有相应的科学研究佐证的。当然了，很多人坚持一日一餐都是想要保持身材一日一餐能够瘦身，主要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血糖就不会像你一天吃3顿那样坐过山车的感觉。那因此呢，它会降低你胰岛素的抵抗，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那第二点的话呢，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吃很多东西摄入热量也不会超标，那么食欲呢还会相应下降你会舒服轻松的瘦下来。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改善了2大减肥因子，那就是胰岛素抵抗和减少了进食频率，也就是说不会频繁的刺激你的食欲。那么这2点呢，以前的视频都有提及过，大家可以补习一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日一餐的内容呢，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一日一餐是按照低碳的比例吃，也有人呢能把一日一餐当做每天的欺骗餐去吃。那
吃了除了菜肉蛋，也会去吃一些平日里不敢吃的碳水化合物啊，比如说面包、蛋糕、饼干、甜甜圈等高碳水食物，那也照样瘦了。那么这两种吃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区别一是否身体一直处在燃脂模式，也就是说你的减肥的效果哪一个更好？那很多人坚持一日一餐是为了精力更好，注意力更加集中。如果每天吃一顿高碳水的饭的话呢，饮食中的葡萄糖会抑制身体去分解自己的脂肪。比如说，如果你吃了200到400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身体呢有足够多的糖原，就不会开启燃脂模式。如果你吃大约100到200克的碳水，那么到第二天晚上，你身体内多余的糖原被消耗掉，身体开启燃脂模式。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活动水平和糖原的储存量。那么，如果你在运动前后1个小时内摄入的碳水少于100克，那么有可能身体会在第二天早晨进入燃脂模式。而每天吃一顿低碳水餐，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快地进入到燃脂模式中去，成为一台更强的燃脂机器，也就是说你会瘦得更加快一些。那么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高碳的一日一餐和低碳的一日一餐，它饥饿感和整体的一个感觉对比。那么进行高碳水饮食时，你会非常容易感到饥饿更难坚持下去，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葡萄糖的缺乏。一旦身体的葡萄糖储存用完，那么就会陷入小规模的能源危机，肌肉组织的糖异生率也会更高。那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最终呢会减掉肌肉或者引发重要器官的衰退。而进行低碳饮食时，在进食期间呢，通常会感觉良好，因为低碳饮食会使你的身体更容易使用自身的脂肪进行燃烧，你的大脑可以持续获取来自体内脂肪的能量，并且可以保持肌肉质量和减少饥饿感，那么降低人体对葡萄糖的需求。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细胞自食的效果不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自食呢具有清洁、回收、衰老细胞的好处，可以将陈旧的细胞碎片回收利用，达到抗衰老的效果。那自食和胰高血糖素关系很大，胰高血糖素高的话呢，就会激发自食。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刚好是此起彼伏，所以呢，只要吃大量的碳水刺激血糖，就很有可能会让身体退出自食。那么自食通过 AMPK 通路激活，那该通路呢，在热量缺乏的时候会打通，热量限制、运动、寒冷生热、限制碳水化合物和摄入某些食物会增加 AMPK， 从而促进自食。那促进自食的食物呢，有咖啡绿茶、姜黄素苹果醋、蓝莓、萝卜硫素蔬菜、椰子油和橄榄油等等，它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快的自食。那在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下呢，比如200克以上的碳水摄取，你必须在晚上呢好好的管理胰岛素，并进行空腹有氧运动，同时在锻炼后继续进食数小时，才能够激活我们身体的自食。而进行低碳饮食时呢，AMPK 的增加和 mTOR 的降低很容易就会引发自食，自食能力也会大大提高，会促进更多的细胞进行修复，从而达到抵抗衰老的效果。那每天吃一顿低碳餐和每天吃一顿高碳水餐，它们有什么优缺点呢？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低碳水餐的优点。首先呢，它更容易坚持，饥饿感会更低，无论你是到处走动呢，还是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你的能量水平都会更加稳定，血糖的波动呢也会减少，减重的效果会更好。那因为在热量不足时呢，你可以保护更多的肌肉，并燃烧更多的脂肪。如果进入深度生酮状态，身体会利用酮体功能，不必担心肌肉糖异生。我说一下这个低碳餐的缺点。碳水化合物最好降低到每日100克以下，那严格生酮的话呢，需要降低到总摄入量的5%。拿我来举例的话，就大约要在20克以下、18克以下，或者说更低。那因此生酮的进食门槛会更高，不懂营养学的很可能失败。那所以呢，我比较推荐温和生酮，也就是低碳减脂，而不是完全的生酮减脂。
那要完全生酮的朋友呢，最好确保自己吃的每一顿都是高质量的生酮餐，而不是一大批的加工食品。那最好有专业的老师进行指导。那么还可能呢会出现一些慢性疲劳或者说肌肉无力的迹象，那这表示呢你没有得到足够的电解质或者其他的矿物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进食的期间呢喝一些盐水。那营养方面呢，建议摄入一些动物内脏、蛋黄、牛油果、海鲜等这种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必要时呢可以补充一些矿物质补剂那现在说一下高碳水餐的优点。那高碳水食物呢，它更容易消化，可以更快速的给你供能。那么它适用于有高强度运动的人群。那么因为 OMAD 上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补充肌肉糖原，提高身体的机能。那么由于肝脏只可以储存约100到100克的糖原，那么在24小时内消耗即可。那如果超过的话呢，就只能燃烧少量的脂肪。那么现在说一下高碳水餐的缺点。那么进食期间呢，你的精力可能更少，你可能更容易烦躁，因为它引起你血糖的这个波动。那么最大的危险就是一旦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非常容易发生肌肉糖异生，那么它会燃烧你宝贵的肌肉。那么虽然进食期间的这个空腹可以降低血糖，提高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呢，在进食期间突然大量摄入200到300克的高碳水化合物，会对你的减肥以及你第二天的状态呢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昏昏欲睡然后还想吃高碳水等这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且呢，在经过长时间的进食以后呢，你的身体、你的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大大加强。那这个时候呢，迫切需要一些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呢，来滋养你的身体，保持身体的正常运作。如果进食精致的高碳水这种营养密度低的食物，那么不仅没有照顾好身体的营养，那么反而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么长期下来会让你的身体缺乏营养，还有可能患上炎症，进而患上各种疾病。那如果我们坚持低碳水饮食的话呢，就比如说按照我的比例是脂肪比蛋白质比碳水是45比25比30，那么持续一段时间，那我们的胰岛素呢就会比较稳定身体呢更容易进入燃脂模式。那对于健康和长寿来说呢，最糟糕的饮食就是高碳水加高脂肪加一日三餐，比如一堆加工脂肪、加工肉，加上各种甜食、主食，而且还是每天一日三餐的吃法。比如说早上奶茶肉包中午米饭炒菜炒肉，然后晚上来个烤肉炒面啤酒。那长期这样吃呢，是各种慢性疾病、炎症身体疼痛的罪魁祸首。减少一餐，一日两餐或者一日一餐是一种最简单的减肥方式，但是呢，需要慢慢去适应，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日一餐最好是进行低碳饮食不建议摄入过量的碳水，也就是碳水最好不要超过100克以上。那当然了，如果你偶然特别想多吃一次碳水也是可以的可以一周内吃1到2次，奖赏自己一日一餐的一个坚持。那因为呢，过度的压抑也容易造成暴饮暴食。那最后我想说呢，一日一餐是一个习惯，也是一场修行。那不仅仅能保持身材，还能够长寿，也可以保持肌肉。那尝试过的人呢才会懂。但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因为减肥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值得付出耐心。OK， 那最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